一般 V 夹刹车大概会分成这几个部分啦。这个部分就刹车块嘛，它有很多这个螺帽啊、垫片啊。如果不懂的人真的不知道要按照什么顺序来装。欢迎来到阿宝频道，我是阿宝。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处理刹车的问题。一般 V 夹都是5号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刹车皮，它都已经磨到没有了，都已经露出里面的铁了。我们要安装 V 夹刹车块之前，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V 夹刹车块。因为现在距离我以前学习的时间大概也有6年到8年了吧。以前学的时候是有记得啦，可是现在又有点忘记了，所以刚刚打电话问了一下我们老师。我上一个节目里面不是有提到我以前在社区大学上自行车 DIY 的课吗？现在虽然过了6年还是8年了，已经很久了。打电话问我们老师，我们老师还是很耐心的告诉我觉得有的时候知识呢就是要分享。如果人家很有意愿想要跟你学习知识，我们其实不应该那么吝啬把自己的知识分享给别人吧。所以现在又想到前不久人家去买一台10万块的车，看个主车都不给看。实在是不小心废话又多说了。不过如果真的各位对自行车 DIY 有兴趣的话，去车店你大概问不到什么知识啦，去社区大学的自行车 DIY 课上一下，我是觉得还蛮有用的。我们以前的老师陈老师，工程的陈，目前呢还是有在永和社大上课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旁听看看，反正旁听好像是不用钱的，好像前3堂课可以旁听，以前是这样，现在规则不晓得有没有改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接着看我们的 V 夹刹车。一般 V 夹刹车大概会分成这几个部分啦。这个部分就刹车块嘛，它有很多这个螺帽啊、垫片啊。如果不懂的人真的不知道要按照什么顺序来装。基本上我们可以大致分成这样子。这边有2组，它是一凹一凸的。我拿起来这个垫片，它不是平面的，它是凸面的。然后下面这个垫片它是凹面的，所以它一凹一凸就形成一组。这边是另外一组一凹一凸，接下来这个就是平面的垫片，再来就是螺帽的部分。一凹一凸虽然有2组，但是它有些不同。麻烦各位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按赞、分享我的影片，也欢迎各位使用荧幕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给阿宝抖内一下，请阿宝喝杯饮料。这样子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。各位可以看得到，左边的这一组比较厚，右边的这一组比较薄。其实上面这个凸面呢，它是一样的，左右2个凸面它都一样。那凹面的部分它会有一点不同。凹面的部分这一组就比较厚，这一组比较薄。所以我现在就把它分成一凹一凸，然后厚的，一凹一凸，然后薄的。放进去的顺序，一凹一凸，厚的这个凹面在最内侧，再来才是凸面，再来是刹车夹器，再来就是一凹一凸的凹面，薄的这个凹面，再来薄的凸面银色的部分，再来垫片，再来螺帽。它一凹一凸主要的功能就是要让这个刹车块能够调整角度，让这个刹车块可以服贴在你的刹车框上面。所以各位记得这个顺序不要装错了。了解完之后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把这个东西安装到刹车器上面。这边再多提一下，有一些这个 V 夹刹车块它是有方向性的，因为我这个是便宜的款式，你看它的设计这样子根本就没有方向性，所以上面也没有箭头标示。所以如果你买的时候你的有方向性的话，你要稍微留意一下，箭头朝着前方就对了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安装。这一组一凹一凸是比较厚的，厚的我们就先放进来。放进来之后，我们就先把这个放进刹车夹器。接下来刹车夹器外侧，我们就放另外一组一凹一凸，把它放进去。接下来就放垫片，最后我们就放这颗螺帽。这个地方也上一些黄油，再把螺帽锁上去。先不要锁紧，
那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把刹车放进去。先大致上把位置放对了之后，我们这个用手锁紧，让它稍微先固定住，这样子就好。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做调整。这一边就先这样，另外一边我们也先把它装上去。两边都装好之后，因为我们刚刚只是暂时固定，所以这个螺丝没有锁得很紧。我们现在要用手拉住刹车，刹车夹起来之后，我们要把这个螺帽松开，松开之后再把它锁回去。同时间刹车也要一直抓紧紧的，这样子的用意是要让刹车块服贴在轮圈上面。当我们松开之后，那个碗形的垫片它会自动调整角度。当你再锁回去之后，刹车皮的面它的角度就会服贴在这个轮圈上面。同样的动作两边都要做，最好每一边都要做2次。我们在做的时候刹车一定要抓紧，当你松开的时候也要确认一下刹车块有没有在正确的位置，调整到正确位置之后才把它锁紧。松开之后，我们可以摇晃一下这个螺丝，些微的震动可以让那个碗形自动调整角度，然后再把它锁紧。最后这个螺帽要锁得非常紧，差不多要12牛顿，因为如果你没锁紧的话，你的刹车块可能会移位哦。接下来我们最后要检查这个刹车夹器是不是有平均的两边都有在动，如果形成一样的话，它夹下去轮框才不会歪掉。如果你调整正确的话，它夹下去的时候会有啪啪啪的声音。如果你夹下去是没有声音的话，那就不正常，你就要调整夹器两边作动的行程。如果要调整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去调整这颗小螺丝。调整的方式在我之前的影片有提过了，有一集讲 V 夹刹车的影片，这边就不再重复，浪费大家时间哦。最后，由于我这一台车就是随便停在路边，都放在外面淋雨，所以基本上骑了一阵子之后，这个刹车线啊什么的感觉都没有那么灵敏，回弹力不够。你可以使用这种191或者 WD-40 灌一些进去这个刹车外管，这个不是正确的解决方式，但是对于这种很便宜的车来说，你又懒得换刹车线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个快速可以解决的方法。原因主要是外管里面累积了一些脏东西，再加上刹车线有可能生锈，所以线在管子里面的摩擦力就会变大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刹车的回弹力不够。正规的解决方法还是换刹车线跟刹车外管都一起换掉，可是因为放在外面淋雨嘛，你换新的过没多久它又变这样了，所以我们就喷润滑剂就好。如果你是淑女车单速的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那因为我的是变速的，然后又换了一个轮组，所以变速还需要再调整。为了避免影片太长，大家都不想看，所以变速的部分下次有机会我再来专门说变速。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